真的是你啊，阿泰，好久不見。哇靠，傑克，你怎麼會在這兒？你走路怎麼沒聲音的了？我剛剛在那邊吃飯，遠遠看就像你。1年不見，你最近氣色不錯哦。還行啦，就忙嘛。我最近在做一個潮牌選貨店，東奔西跑的。哦，選貨店。對了，有個事應該還記得吧？去年你跟我借的那20萬，方便的話，是不是該處理一下了？哎呦，傑克，你這個人就是這樣，一見面就講錢。我阿泰是那種欠錢不還的人嗎？我阿泰做人最重信用。那還我啊，我那時候連借據都沒跟你拿，夠信任了吧？你看你急的，我那個服裝案子最近剛跟一個盤商談妥，馬上貨款就要進來了，但資金現在都壓在貨上，手頭真的緊。你給我1個禮拜，1個禮拜，我保證下周1直接轉你賬戶。你上回也是說1個禮拜，後來呢？那不一樣，這次是真的，我連合約都簽了。你看，這看到沒？白紙黑字，對方下禮拜1撥款給我，一到賬我立刻轉給你，連利息都算給你，行不行？利息不用，本金還我就好。下周1，好，我自己記在日曆上，這次是真的哦。我阿泰在外面混這麼久，什麼時候騙過人？下周1中午12點前，你沒收到錢，你直接來我店裡砸招牌。好，我信你。這才是兄弟嘛！我先走了，客戶還在等我。好，等你1個禮拜。美娜還催着我買結婚戒指呢，再等下去我自己都要去借錢了。来了，你終於來了。你說周1，今天周3，你說12點前，現在已經3點半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出了點狀況。什麼狀況？就我上禮拜跟你說的那筆貨款啊，我跟你老實講，對方公司財務說他們系統升級，錢卡住了，要延後撥付，我也很氣呀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又要等？不會了，我已經跟對方吵過了，他們說最多再等2個禮拜。傑克，你相信我，真的就差這一下了。阿泰，我去年借你錢，還是因為你哭着說沒錢繳接下來1年的房租了，快被房東趕出去了。那時候我二話沒說，把存款全領給你，連借據都沒叫你寫。我知道你對我很好，我心裡都有數的。有數就是你一直躲我電話。我承認我躲了一下，因為我自己也壓力很大，不知道怎麼面對你。我房東今天還打電話催租金，可是傑克，我真的沒有要賴賬。你看我這個人，雖然愛面子愛花錢，可是我不是那種人。那你告訴我，你到底什麼時候能還？你先給我一個具體日期，哪怕分2筆也行。這樣了，你給我1個月時間，1個月之內我至少先還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年底前一定清。如果我還不了，我給你跪下來。你說真的？真的，我要是再騙你，我出門被機車撞。好，1個月，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。謝謝你，傑克，相信我了，我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。我在幹什麼？他說相信我的時候，眼睛都沒在看我，明明知道他在拖，我還是答應了，因為我不想撕破臉。可是不撕破臉，好像都是我自己在吃虧。1個月到了，阿泰，錢呢？傑克，你可不可以先坐下來？大家都在談事情，你講話小聲一點好不好？你站在那邊那麼大聲，服務生都在看。好，我坐下來了。我問你，錢呢？傑克，我不是不還你，我是真的手頭緊。這個月我付了房租、貨款、員工薪水，身上只剩不到2萬塊了。看你身上這件名牌衣服，還喝這麼貴的咖啡，加起來也不少吧？這件衣服是很久以前買的，這杯咖啡是用點數換的啦。你知不知道我壓力有多大？我每天都在外面跑，油錢、吃飯哪一樣不用錢？我不是故意欠着不還。那你當初就不要跟我借啊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當初要不是你主動說要幫我，我會跟你開口嗎？我主動，是你打電話哭着跟我說，
你快被房東趕出去了，求我幫忙。是啊，朋友之間互相幫忙不是應該的嗎？你今天這樣追着我，跟高利貸有什麼區別？我跟高利貸沒區別，我借你錢1毛利息都沒收，還等了1年多，你跟我說我像高利貸。你看你現在這個態度，一副我欠你幾百萬的樣子，20萬而已，又不是200萬，你薪水也不低，這20萬對你來說很重要嗎？我欠你錢沒錯，但我沒說不還，你急成這樣是怕我跑掉是不是？很重要，那是我的存款，我跟美娜要買戒指的錢。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戒指晚點買會怎樣？他如果真的愛你，還會在乎這一枚戒指？他說的那麼大聲，好像欠錢的是我，我竟然有1秒覺得真的是自己在找茬。阿泰，我今天來不是跟你吵架的，你只要告訴我，你今天能還多少？我查一下，我戶頭只剩8萬多，我先轉給你8萬，剩下的12萬年底前我一定還。你上次說1個月先還一半，現在又變成8萬。好了好了，你怎麼這麼小氣的了？那就10萬，我打電話跟朋友湊一下，給你10萬，剩下10萬年底還，這樣夠誠意了吧？好了，10萬到了，剩下10萬到年底。等等，阿泰，這10萬我收到了，可剩下的那10萬，要不你給我寫張借據？借據？傑克，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？我不是開玩笑，你上回說1個禮拜，結果拖了1年多，我不是不信你，只是有張借據，我心裡踏實些。我阿泰的話就是最好的借據。我在外面混這麼久，什麼時候說話不算數過？你跟我提借據，傳出去，我還怎麼做人？我不是那個意思。那你是什麼意思？說來說去，你就是怕我賴你那10萬塊嘛？10萬塊而已，我阿泰丟得起這個臉嗎？讓我寫借據，我都嫌丟人。你倒好，反過來跟我要。行了行了，別說了，我阿泰說話從來算話，你別自己嚇自己。不過傑克，我今天把話放這裡，你提借據這2個字才是真的傷感情。好了，10萬到了，剩下10萬年底。傑克，我跟你講，你今天這樣跑來吵，我真的心寒。今天之後，請你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，年底我會主動找你。還有，你以後在外面不要再說是我朋友，我真的受不了這種一天到晚催錢的人。就這樣。我都還沒說我受不了他呢，他竟然說他受不了我。他阿泰的話就是最好的借據，他走的時候還在笑我這個要求10萬塊的借據，沒要到還被他當成了笑話。我早該在借錢那天就要他寫借據的，現在想要都要不回來了。怎樣？錢要回來了嗎？要回一半，10萬。一半？我傑克，你真是有夠窩囊的，20萬借出去1年多，連個借據都沒立，要了1年，現在只要回一半，剩下的呢？他說剩下的年底會給，其實我今天跟他開口了，讓他把剩下的10萬寫張借據給我。他寫了嗎？沒有，他說他阿泰的話就是最好的借據，說我提借據才是真的傷感情，他走的時候還在笑我。所以他連張借據都不肯給你寫。他說年底，他說的話你也信？他上次說1個禮拜，後來變1個月，後來變年底，你數學不好還是記性不好？他說年底會主動找我。他會主動找你才怪，他今天會還你10萬，是因為他覺得這樣就能堵住你的嘴，你信不信？到了年底他連電話都不接。還有，你今天跟他要借據，他連這個都不肯寫，你想過沒有？他要是心裡沒鬼，寫一張借據有什麼難的？他說提借據傷感情。傷感情？他欠你錢不還，你跟他要個憑據，他說傷感情。我傑克，我把話說白了，剩下的10萬能不能要回來，全看那張借據，有了他賴不掉，法院都能幫你收，沒有他說破天都是空口白話，他今天敢笑你，就是吃準了你手裡沒憑據。那不然怎麼辦？我又沒借據，
他好歹今天轉10萬給我，剩下的我確實拿他沒辦法，他還說我小氣，受不了我。所以你就這樣放過他了？他拖着不還錢，然後拿10萬塊打發你，最後還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把你罵一頓。我猜他轉給你之後，現在正在家裡罵你呢。哎，我當時哪知道他是這種人啊，大家聊得來，我想着幫個忙而已。幫你個大頭鬼啦！你知不知道你這錢是我們要買結婚戒指的，拿不回來，婚也別想結了。那怎麼辦？再去賭他，萬一他1分錢都不給我，直接擺爛怎麼辦？好，我跟你說，這件事你別管了，我來處理。你要幹嘛？你不能去找他吵架，他會報警的。你放心，我不吵架，我找人打聽過了，這小子最近在外面裝創業新貴，到處找投資人投他那個所謂的服裝計劃，跟人說他是新銳品牌創始人。所以呢？阿泰又不認識我，下禮拜我就偽裝成海外創投基金的高級專案投資顧問，單獨約他出來。約出來，然後怎樣？到時候我出招，逼他乖乖把剩下的10萬借據簽下來。他會簽，他又不是傻子。他當然不是傻子，但是他貪，我要讓他以為一份2000萬的投資就在眼前。我跟你保證，到時候他什麼都閉眼直接簽下去。可是你不怕會露餡嗎？他那種人，眼睛張開除了看到錢，還裝得下什麼東西啦？你放心，我早就準備好了。下週我約他，到時候你幫我準備一份2000萬的投資意向書，這一局包準他乖乖簽字。美娜，怎麼了？我們家要變成詐騙集團了。我不是詐騙，我是債務催收之美學。你放心，我不跟他要錢，我要他簽一張借據，他簽了，我馬上拿去法院申請假扣押。他戶頭裡要是剛好有貨款進來，就直接凍住，到時候只要進到法院調解，他不還都不行。美娜，你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投資。少來，還不是因為你太窩囊了。趙顧問，久仰久仰，我是阿泰，感謝您今天抽空過來。聽說您公司的創投基金專門扶持我們這種有潛力的本土品牌。阿泰先生客氣了，請坐。你線上提交的企劃書，我們團隊評估過了。趙顧問，您看我們這份企劃書怎麼樣？還請您多多指教。概念不錯，市場定位也清楚，首期投資額度，我們內部初步預計大概在新台幣2000萬左右。2000萬，趙顧問，這比我想的還要高。不過你先別太早高興，我們基金會的審核流程非常嚴格，特別是針對創辦人的個人信用這部分，風險管理部門抓得很緊。個人信用，趙顧問，我這人在業界出了名的老實，真的。你去問任何跟我配合過的廠商，沒有人說阿泰不好的。那請你解釋一下，這個是什麼？根據我們風控部門那邊的徵信調查，你目前名下好像有一筆未結清的私人債務吧？債權人叫沃傑克。趙顧問，這個您怎麼會知道？我們做盡職調查，這些都是基本項目。你跟我說實話，這筆錢到底清了沒有？那只是我跟我一個朋友私底下的小摩擦而已，而且我最近才轉了一半給他，剩下的一半年底就會結清，真的只是朋友之間的小事。剩下一半，所以還有10萬的私人債務未清。那真的就是我跟他私人的事，跟公司完全無關。阿泰先生，對你來說是私人小事，對我們基金來說，只要有一筆無借據、有爭議的個人債務，就是最不穩定的風險點。萬一我們2000萬投進去，對方去法院控告你，那我們基金會的名譽誰來承擔？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他不會去告我的。我們都認識好多年了。如果是這樣，那很抱歉，我們這輪投資可能要先暫停。等一下，這真的是誤會。趙顧問，那我要怎麼做才能讓你們過關？這樣吧，為了讓我們風控部門通關，你現在必須簽署這份個人資產誠信履約承諾書，即個人未清債務法律確認函，白紙黑字，上面明確寫清你欠沃傑克多少錢，
承諾什麼時候還清，只有拿到這份具備法律效力的文件，債務清晰可控，給我們封控留底，證明你願意面對債務，處理債務，我們的投資意向就可以繼續推進。簽了以後是給他嗎？這不是給他的，是給我們內部存檔用的，證明你有誠信，你簽完給我們，我們只關心你有在處理。好，我簽，我現在就簽。麻煩在簽名旁邊按個指印，我們法務要求。這樣可以了嗎？可以了，剩下的流程我們會盡快推進。阿泰先生回去等我們通知就好。謝謝趙顧問，真的謝謝你，我一定會好好跟你們合作。合作愉快。喂，傑克，借據拿到了，那個阿泰現在還開心得不得了呢。你等一下去律師事務所，我也直接過去。怎麼樣？律所那邊辦得怎麼樣了？律師說這張確認函加上匯款的記錄，足夠去向法院申請扣押他的財產了。今天一早他們已經遞件了。昨天阿泰還跟我說，他銀行裡今天就應該進來一筆貨款，大概10幾萬。這樣的話，法院一凍結，他馬上就會收到通知。那他現在應該已經氣炸了吧？氣就氣啊，又不是我們欠他錢。喂，沃傑克，你太狠了吧？那個趙顧問是你找來的，對不對？什麼2000萬投資，什麼基金風控，全都是騙人的。阿泰，沒有人騙你，那份確認函上寫的欠我錢，這是你自己簽的，手印是你自己蓋的，我沒逼你。你叫一個女人來騙我，你還要不要臉？她演得跟真的一樣，還說什麼盡職調查、個人信用。你知道我為了見她，還特地去做了個髮型嗎？你做髮型的錢，本來可以留着還我。你不要跟我講道理，我現在不是來跟你講道理的。我告訴你，你不要再搞什麼假扣押來凍結我的賬戶。我剛進賬的貨款被你卡在那裡，我的廠商現在都在跟我翻臉了。那你把剩下的10萬還我，我馬上讓法院解凍。剩下的我說了年底再還。你說了年底，可是你那句年底我聽着越來越像永遠不還。你知道我現在學乖了嗎？你要是再說年底，我就一直申請，凍到你那間租來的辦公室連電費都繳不出來。好，沃傑克，算你狠，我馬上轉，你給我等着，我現在就轉。你以後走在路上不要讓我遇到。等你還完錢，我以後走路上看到你，可以考慮繞路走。收到了，阿泰，謝謝你。謝我？謝什麼？謝謝你教會我一件事。什麼事？以後誰跟我借錢，我讓他先寫借據，還要找一個愛面子的人當擔保人。沃傑克，你這個人真是，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雞掰？我以前也沒發現你這麼會拖，我們扯平了。反正錢給你了，以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我們什麼關係都沒了。好，你最好這輩子別讓我再碰到你。他說以後碰到我當不認識。那不是正好嗎？你省了過年去給他拜年，他省了一頓尾牙。可是我們認識好多年了。那不就對了，你們的感情在沒有金錢的時候維持了好多年，一碰到錢就碎了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我們感情很脆弱嗎？好了啦，錢回來了，人也清掉了，你現在少了一個欠錢的朋友，多了一筆到賬的存款，怎麼算都不虧，事情結束了，該往前看了。你說的對。對了，那個戒指我買好了。你買好戒指了，錢不是剛剛才到賬嗎？那天拿回10萬塊之後，我就去買了，你看一下。傑克，怎麼樣？克拉數夠大吧？這個戒指內圈有刻字，還有輕微磨痕，你是跑去當鋪買的嗎？也不是當鋪啦，是精品二手店，人家有證書的，同樣大小的新戒要貴1倍，這個便宜很多。所以我們的結婚戒指，你要拿別人戴過的來給我。可是看起來一模一樣啊，誰會看得出來？我看得出來，我戴在手上我會不知道嗎？沃傑克，20萬要回來，你跟我講要買戒指，結果你跑去買了個二手的。那剩下的錢我們可以存起來，以後買房。
存個頭啦！我跟你在一起這麼久，你竟然拿個二手戒指來打發我。不是打發，我是覺得這婚我不結了，你自己跟你的二手戒指去過日子吧。哼！我是真的覺得這沒很好看啊。談錢傷感情，我懂了，可是談感情也是真的挺傷錢的。歡迎點讚加關注，打開小鈴鐺，以免錯過精彩視頻。